棕熊是非常凶猛的动物，而且是大型食肉动物之一。你可能很难想象，一只凶猛的棕熊还会卖萌。你见过一只棕熊向宠物狗撒娇吗？这简直匪夷所思。今天饲养员就给大家分享被狗狗养大的棕熊的故事。故事发生在俄罗斯的一个森林里，这只狗狗跟随着主人一家在森林的农场里生活。对于活泼开朗的狗子来说，森林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娱乐场。和一般家里的宠物犬相比，它是比较快乐和自由的。它每天吃完饭以后就在森林里闲逛，奔跑在山野中的它是无比畅快的，这里就是它的天下。有时候和农场里的其他小动物一起玩耍，有时候和他在森林里认识的好朋友一起打闹，日子好不自在。这天像往常一样，他在森林里闲逛着。此时的他并不知道的是，他将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缘分。狗狗走在森林的小道上面，突然发现了前方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蠕动着。他立刻警觉起来，好奇地走向前查看。他看到了一只非常可爱的小棕熊。这只小家伙显得异常可怜，或许是看到这个可怜的小家伙，狗狗起了恻隐之心。本来就善良的他走进了这只小家伙，没多久就得到了小家伙的信任。因为小家伙失去了母亲，在森林里很难生存下来，于是狗狗就将它带回了农场里。因为主人一家也非常善良，他们也经常收养一些受伤的小动物，所以看到小棕熊时候，大家都非常喜欢它。就这样，小棕熊在农场里住了下来。让人觉得非常温馨的是，狗狗担任起了小棕熊的新妈妈。每到农场主给小棕熊喂食的时候，它总是在一旁监督着这个小家伙吃饭。没吃完的时候，狗狗会训诫小棕熊。他们每天形影不离，一起玩耍。狗狗每天带着小棕熊在农场里、森林里奔跑，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一只狗狗、一只熊在各个角落出没。最主要，小熊长得非常憨厚老实，不只是狗狗喜欢它，连农场里其他的小动物都喜欢它。它们一起追逐打闹，时间过得很快，小熊也长成了大熊。虽然失去了母亲的疼爱，但小棕熊却得到了狗狗的关心和爱护，也拥有了一个温馨的家。小棕熊长大以后，它的体积达到了300多斤。虽然它没有做出任何有危险性的行为，但主人认为它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，也怕棕熊闯祸，所以他把棕熊单独饲养起来，再也不轻易放它出去。但这样长久下去也不是办法，于是他决定将棕熊放生。但是善良的主人还是愿意尊重棕熊的意愿。他想着，如果棕熊不愿意离开，他还是愿意继续饲养这个大家伙，让他一直在这个家里生活。他将棕熊引导到了森林深处，让棕熊做了一个抉择。但熊好像天生属于大自然，在主人和自由之间，他选择了后者。这样的情况其实主人早就料到了。主人虽然非常不舍，但他知道对于棕熊来说，他应该前往大自然，而不是困于狭小的牢笼之中。自从棕熊走后，狗狗非常伤心。虽然不同种类，但那也是他从小养到大的孩子，他精心呵护照料才健康成长的宝宝，所以狗狗一直萎靡不振。主人看到狗狗这样，非常不忍心，他决定带着狗狗去找棕熊，让他们母子见一面。他带着狗狗来到棕熊放生的地方，一来到森林深处，狗狗好像闻到了棕熊的味道，一直朝着一个方向嚎叫。没过多久，就有一个大家伙闻声赶来，这一看原来是棕熊，一看到狗狗他就扑了上来。原来不管孩子多大，在母亲面前永远都是孩子。只见300多斤的大棕熊朝着个几十斤的狗狗撒娇卖萌，狗狗也一直替它梳理毛发。棕熊虽然体积很大，但它面对狗子非常小心翼翼，生怕伤害到自己的妈妈。看到这一幕，主人都泪目了。就这样，他们亲吻着彼此，久久不能分离。熊被人饲养的故事其实并不少见。接下来的故事发生在湖北的一个小山村里。靠着放牛和种地为生的农人，有一天，他像往常一样赶牛去山上，看着牛群在一边悠闲地吃草，老农就自己坐在一边准备休息一下。正当老农坐下准备睡一会儿，突然就听见旁边的草丛中传来了悉悉嗦嗦的声音，就连吃草的牛群也停下了咀嚼的动作，
抬头看着那边发出声音的地方。这可把老农吓出了一身冷汗，因为山里经常有野兽出没，而且传说还是一种非常凶猛的黑熊，这可把他吓坏了。他硬着头皮走向发出声音的地方，没想到却看到了一只20厘米左右的小动物，它浑身都是黑色的，像是一只小狗。而且这个小狗不但不怕生人，并且见到老农后还表现得很亲密，不停地用身体蹭着老农的裤脚表示友好。老农看这个小家伙没有什么威胁，就转身放下戒备，回到了牛群边打算休息。但是没想到这个小黑狗竟然格外的粘人，它竟然跟着老农来到了他的身边，不停地徘徊在老农的脚边，不断地蹭着老农。老农被这个可爱的软绵绵的小家伙感化了。老农看小狗这么乖巧，又没有在附近找到他的母亲，于是断定可能是失去了父母的小野狗。于是他决定将这个他带回家收养。因为这个小家伙浑身都是黑的，所以老农给这个小狗起名叫小黑。每天老农都给小狗冲奶粉喝，和它一起玩耍，还给它做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窝。而自从老农把黑娃带回家以后，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亲近。无论老农走到哪里，小黑都会踉踉跄跄地跟着他。就这样，老农和他的小狗和谐有爱地相处着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小黑也在健康地长大。可是老农感觉黑娃越长越不太对劲了，就连村里很多人都说小狗长得非常奇怪，而且准确的来说，黑娃不像是一只小狗，而是更像是一头小熊。直到黑娃被老农带回家1个多月后的一天，老农在和黑娃玩的时候，突然发现黑娃的胸前长出了一道明显的白色月牙形状的毛发，这才确定自己捡回家的不是一只小狗，而是一只小熊。而且这种熊被称为月牙熊，是一种杂食动物，不到非常饥饿的时候不会捕猎的。但熊是国家保护动物，不得擅自饲养，所以在村民的建议下，老农决定求助政府。老农带着小黑熊赶去了县上，一路上时不时会有人好奇地询问老农，大家对于这只小黑熊十分的好奇。后来经过县里动物保护专家的鉴定和分析，黑娃就是一只大约1岁左右的黑熊幼崽，人类是不能自己饲养的。于是经过动物保护专家的讨论，老农最终听取了专家的意见，决定将小黑交给专门的动物保护机构收养。虽然他们家禽等，所以说狼是狗的祖先，但狼也是贪婪凶残的，在食物面前他们可不管什么祖先。但是狗和狼群之间也发生过一些传奇的故事，如狗狗会哺育野狼幼崽，此时的狼不再是敌人，而是朋友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狗花花与狼群的故事吧。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发生在山东省青岛市的一个野生动物园里。这些动物有的是与家人失散了，有的是受了很严重的伤，急需要人类的帮助和治疗，所以才被热心的村民和志愿者们送到了野生动物园里。但他们只是暂时住着，终有一天还是会回到大自然的。所以一般在野生动物园里，为了保护动物的野性，人们会将一些实力相当的野兽进行混养、散养，通过数量的控制，使其在力量上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。但混养难免会出现问题。在2008年，青岛森林野生动物园就曾发生过一次最为严重的狼和野猪大战。前4秒，4头野猪和狼群还在你追我赶，不知道的以为他们在玩耍打闹，可后几秒，4头野猪却被狼群围得死死的。狼的眼神里除了凶还是凶，锋利的獠牙早已露出来，随时准备干架。古人曾告诫过人类，不要去惹3种动物：1猪、2虎、3熊。猪还是群居动物，打架的时候猪会一起上。但与野猪不同的是，狼也是群居动物。狼的性成熟是在1岁半左右，狼群中一旦有小狼出生，这个群落的所有成员都会对小狼关怀备至。一天，狼群们都出去觅食去了，一头狼妈妈独自在狼窝里生下了3只可爱的小狼。4头野猪看着狼妈妈一个人，于是决定向她的天敌发起进攻。刚刚生完宝宝的狼妈妈十分虚弱，哪里是4头彪悍野猪的对手。后来在狼妈妈的拼死护助下，
身负重伤的狼妈妈怀里只剩下一头小狼，其他的2只被野猪吃掉了。如果再不采取措施的话，野猪很有可能再次围攻狼妈妈，并从狼妈妈怀里夺走最后一只小狼崽。狼妈妈刚刚失去宝宝，悲痛万分，她拼尽最后一丝力气，向天空发出最后的求救信号。正在觅食的狼群们似乎听到了狼妈妈的求救，立即丢下食物，正以火箭般的速度朝狼窝赶来。于是便出现了开头4头野猪被狼群围得死死的画面。在数量上不占优势的狼群始终死死护住狼妈妈和刚出生的小狼崽。这时候需要人类的力量阻止这场战争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人们把小狼崽抱去了人工喂养。幼狼的喂奶期为5到6个月，但是1个半月大的幼狼喂食和取暖要完全依靠狼妈妈。离开妈妈的小狼崽是否能够存活下来呢？人工奶粉真的可以吗？显然不可以。于是大家决定给刚被抢救下来的幼狼找一只小狗做奶妈。工作人员首先想到的是小动物乐园里的小母狗花花，它刚生完4只小狗，正好有哺育幼崽的经验。刚开始，小狗花花并不愿意去哺育幼狼，它刚带小狼崽的时候，总是不停地嗅闻这只小狼的气味，似乎知道这是别人家的孩子，始终不太愿意。后来，工作人员发现了花花是按气味去识别宝宝的，于是工作人员就把花花的小便抹在了小狼崽的身上。渐渐的，花花开始接受了小狼崽，并且开始给狼崽喂奶，还经常舔狼崽的身上。小狼崽很喜欢躺在奶妈的怀里，花花也每天带着它玩耍。可新的问题来了，狼妈妈一直见不着自己的孩子归来，很是担心，又不能说人话的她只能一个劲的咆哮，围着整个狼区就不停的在跑。狼是一种非常护崽的动物，当母狼发现自己的孩子突然不见了，就会不停的去寻找它们。过了3天以后，这只母狼还是不停的咆哮，有一次还用头碰撞着围栏。怕会影响母狼的健康，动物园方决定在围栏外面给花花建一个狗窝。或许是太久没有见到自己的孩子了吧，母狼还在咆哮，而小狗花花一进入狼区后非常害怕。一连好几天，母狼都是在网边不停地走动，不停地狂笑。又过了几天，母狼才慢慢安静下来。或许是它看到了小狼崽一直在吃着花花的奶水，花花也非常细心地照顾它的孩子。母狼慢慢稳定了情绪。1个月之后，经常会看到狼妈妈很友好、很温顺地跟花花打招呼。母狼打心底里感谢花花。时间转瞬即逝，5个月很快就过去了。小狼崽已经长大，它也该回去找自己真正的妈妈了。回到狼区的小狼很快融入到了狼群中间，而小狗花花也被带离了狼区。可是离开小狼后的花花不太对劲，经常不知道什么时候，花花总会跑到狼区去看望它的小狼。小狼看到它的奶妈过来，也会跑过去看它的奶妈。当工作人员把花花带离狼区后，小狼也很不开心，用一种嚎叫声找奶妈，似乎在说：“妈妈，不要离开我，不要离开我。”花花也不舍得离开小狼，毕竟母子一场，而且还是吃自己的奶长大的。工作人员又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就是让花花进入狼区和狼群在一起真正的生活。虽说花花在狼区边上生活了几个月，但跟真正进入狼区还是不一样。花花一旦进入狼区，它的生命会受到危险吗？大家都非常担心花花，时刻关注着它。可是花花进入狼区几天之后，工作人员就发现狼区里的一头又大又壮的狼总是跟着花花。花花会不会成为这头狼的捕食猎物呢？其实大家完全不用担心。经过人们细心观察，原来这头名为大灰的公狼喜欢上了花花，对它一见钟情。在喂食的时候，它总守在花花身边。狗和狼也会有爱情吗？在2009年年初的时候，工作人员发现花花身体上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，她怀孕了。其实公狼在母狼怀孕后是很辛苦的，不仅要在母狼临产之前帮助母狼挖洞做产房，还要在母狼产完幼崽之后在洞口保护母狼和幼崽的安全，还要给母狼和宝宝找食物，生怕它们营养跟不上，像极了我们人类羡慕的爱情。大灰是好老公、好父亲。花花生宝宝的那天，
大辉也一直尽着做父亲的责任，总是守在洞口的旁边，保护着自己的孩子，生怕错过什么事儿。大辉和花花整天带着他们的孩子玩耍，一家过得很幸福。动物是非常有灵性的，我们后收拾好他的钓具，肖恩正准备回家，但他从未料到在下山的路上等待着他的事情。沮丧的肖恩只想尽快回家，钓鱼一点也不顺利。河流湍急，他的鱼线不断被卡在岩石和杂物中，令人烦恼。他只想回到小屋，于是他没有沿着常规的小径走，而是穿过灌木丛走了一条捷径。就在这时，他经历了他一生中最大的惊吓之一。他刚转过一个弯，突然一只巨大的黑熊就站在他面前。熊离他如此之近，他能看到他的鼻子随着呼吸而动。为了保持冷静，他专注于应对面对熊时的正确方式，本能地举起双臂，让自己看起来更大，试图显得更具威慑力，不那么像猎物。但他没有发出太多声音，因为熊可能会把这些声音解释为威胁或攻击的迹象。熊站起来，嗅了嗅他，离他非常近，令人恐惧。但他试图记住，一只站着的熊通常更加好奇，而不是一只准备攻击的熊。然后他坐下并发出呜咽声。他正在离开，但他痛苦的呻吟让他不得不回过头。那时他意识到，熊的身上有一堆划痕，鲜血沾在他的毛皮上，他的前爪似乎也受伤了。这可能使情况变得更加危险，但他并没有显得威胁，只是看起来很沮丧和痛苦。这让肖恩想起了早上他经过一只母熊和它的幼崽在河边嬉戏。他没有打扰他们，但那绝对是他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。这很可能是同一只熊，但发生了什么事让它受伤？小熊在哪里？这个想法让肖恩迅速采取行动。他有一种直觉，他必须确保这一点。他以最快的速度跑到河边，熊跟在他后面。在你脚下有一只熊本应该很可怕，但不知何故，感觉他们正在一起合作，而不是肖恩处于危险之中，这感觉非常奇怪。但肖恩迅速扫视了整个河流，却看不到小熊的踪影。突然间，他看到一个黑色的头从水中冒出来，他的眼睛一直专注在同一地方。小熊的头再次露出水面，看起来他正抓住一些岩石，但水流不断地冲过他，他将无法坚持多久。他的妈妈熊可能试图救他，结果受伤了。知道自己赶不及及时救他，他去寻找帮助，并找到了肖恩。肖恩绝不会允许小熊在他面前失去性命，但在当天早些时候，自己在水中的经历让他知道河流有多么湍急。如果他毫无准备地跳下去，他也会失去性命。他需要一个计划。他迅速整理了他的钓具，用固定钓篮陷阱的绳子绑在自己身上，留下一节长绳在他面前，然后把另一端系在河边的一棵树上。没有给自己思考的时间，他直接跳进水中。这部分河流的水流比他想象的还要强大。肖恩全身力气游向他最后看到小熊的岩石。肖恩作为海豹突击队员的经验派上了用场，因为一个较弱的游泳者是不可能成功的。他靠近一些岩石，然后抓住，以确切地看到小熊在哪里。有一瞬间，他只能听到母熊在岸边低吼和呻吟的声音，绝望地来回踱步。母熊似乎非常担忧，但他知道不应再冒险进入汹涌的水中。他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他偶然遇到的陌生男人身上。肖恩喘着粗气，此刻有些迷失方向。他并不确定自己是否找到了小熊，他希望自己离他更近了。由于湍急的水不断地淹过他，
每次他浮出水面呼吸时，都很难判断自己的位置。他花了一点时间弄清楚接下来应该朝哪个方向游泳。当他看到小熊的头在他附近冒出水面时，他欣喜若狂。他可以直接顺流而下，然后在准备改变方向时抓住小熊。然而，灾难降临了，小熊失去了在岩石上的抓地力，被冲入河中，他的头在一瞬间消失在黑暗的水中。肖恩跳下水，全力游去。如果他在那时失去了小熊，那么他可能永远消失了。小熊沉入水中，看起来他已经完全停止了挣扎，情况看起来不妙。肖恩追着他游去，但绳子变得越来越紧，他们即将到达绳子的尽头。肖恩必须立即行动，否则一切都完了。当熊的头再次沉入水中时，肖恩及时抓住了他。他担心小熊会挣扎或抓伤他，但熊只是在他怀里无力地躺着。突然间，他们被猛拉了回去，绳子被紧紧拉住。幸运的是，肖恩紧紧抓住了小熊，否则他就会再次失去小熊，让他掉回水中。他需要将他们带回岸上，以免他们俩都彻底筋疲力尽。但为了做到这一点，他需要双臂游泳。他用系在他面前的那节绳子将小熊系住，这花了些时间，因为他在水中踩水并抓着小熊，但最终小熊被牢牢地固定住了。现在肖恩可以全力以赴地将他们带到安全地带。小熊躺着一动不动，实际上对他有所帮助，但与此同时，这也是一个大问题。小熊陷入了严重的困境，也许他已经来不及救他。如果他带着不再活着的小熊到达母熊身边，会发生什么？对母熊来说，这将是一场悲剧，但对肖恩来说，可能是灾难性的。但他此刻无法专注于这一点，他所有的精力都必须用于将他们安全地带回。他感到自己的能量在减弱，仅靠肾上腺素使他能够继续前行。他全力向岸边游去，他不必回到进水的地方，他只需要到达河边，所以游泳距离短得多，但感觉并不是这样。小熊很重，尽管绳子对他帮助很大，但他仍然需要做所有艰苦的工作。他的手臂和背部疼得厉害，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忍受多久，但突然间他的脚触到了地面，水很浅。他一直专注于保持运动，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快到了。他可以把小熊抱起，走出水面。母熊以极大的速度朝他们走来，对于这样一只庞大而且受伤的动物来说，它确实移动得很快。他只需要在它走到跟前之前把小熊的绳子解开。他甚至没有时间检查小熊，他抓住了它，然后跑开了。但肖恩已经没有力气移动，他跌倒在地上，解开绳子后只是躺在那里呼吸。在那一天的其余时间里，他无法想象自己会做任何需要耗费一点点能量的事情。但有时候我们可以让自己惊讶于我们所能做到的事情。在不久的将来，他将面临下一个挑战。当他几乎喘不过气时，他仰望天空，突然又听到了母熊现在更加熟悉的呻吟声，但出于某种原因，它们现在听起来更加悲伤和绝望。他坐起身，就在受伤的母熊把小熊带回到他身边的时候，小熊无力地躺着，似乎没有动。令人震惊的是，这只悲伤的母熊似乎并不显得有攻击性。他赢得了母熊的信任，他把小熊放在他旁边，然后离开了。这几乎就像他理解肖恩曾经救过小熊，希望他能再次做到一样。但这并不意味着肖恩真的知道如何帮助小熊。他把头贴在小熊的胸口听，他听到了心跳声，这是个好消息。但小熊仍然没有呼吸，
他的母亲把所有的信任都寄托在这个陌生的人身上，希望他能拯救他。在挽救小熊的过程中，肖恩经历了很多，但在那一刻，他绝不会放弃。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，但他凭直觉行动。如果一个人处于同样的情况，他会开始进行心肺复苏，而这就是他所做的。他以前从未在动物身上使用过这种技术，但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。尝试往小熊的肺里吹气，感觉真的很奇怪，就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任何动静一样，但他一直在继续。在那时，他可能只进行了几秒钟心肺复苏，也可能已经是几个小时了。他完全失去了时间的概念。他唯一知道的是，他的手臂已经失去了所有感觉，他开始麻木。但突然间，小熊发出了小小的咳嗽声，开始动了。这真是个奇迹，小熊正在呼吸。母熊看到了动静，迅速走近，它呼唤着它的宝宝，而它也微弱地回应着。肖恩已经筋疲力尽，但他利用最后的一点力量，明智地避开了他们幸福团聚的位置。他们一起经历了很多，但这些仍然是野生动物。他忍不住微笑。母熊把宝宝在各个方向翻转，检查它，但几乎看起来像是在责备它。与此同时，这让肖恩想到，这可能是他自己的母亲会有的反应。一开始很担心，然后生气，因为他置自己于危险之中。似乎母爱对于所有物种来说都是一样的。这是一个美好的画面，但这不会持续太久，因为他们离一个愉快的结局如此之近时，发生了一件更令人震惊的事情。母熊朝着森林走了几步，突然开始危险地摇晃。肖恩正好赶上他的目光，就在他转身摔倒，发出巨大的砰声。小熊正爬过他的身体，但他没有动。肖恩跑近一看，直到那时他才看到他毛皮上的那些血迹现在更糟了，他浑身是血。他之前可能没有意识到，那些伤口肯定比他意识到的要严重得多。看起来他似乎也只是出于恐惧和肾上腺素的驱使一直在前行。现在他的宝宝安全且活着，他完全崩溃了。唯一的问题是，肖恩已经没有办法继续提供帮助了。他仍然谨慎地不敢离他太近，而且由于他浓密的毛皮，他看不到伤口在哪里。但即使他设法止住了他流失的血液，他已经失血太多，需要的护理超出了他所知道的范围。肖恩简直无法相信，他救活了小熊，却看着他在自己眼前变成孤儿。他没有带手机，无法呼叫帮助，他的小屋太远，而且在那时他的整个身体都抽筋，他要花费太长时间才能走到那里。看起来这个令人震惊的一天将悲伤地以最糟糕的方式结束。眼睁睁地看着小熊试图和妈妈一起玩，有一刻他甚至似乎试图唤醒他，但却毫无作用。然后肖恩听到了一些声音，听起来像是一辆皮卡车。他大声呼叫，突然几名森林巡逻员围了上来。一些远足者早先看到他在河中救小熊，他们一直跑到找到手机信号，呼叫了该地区的森林巡逻员。他们尽快赶了过来，带着一个熊大小的笼子，因为母熊没有反应，他们可以无畏地对它进行处理。他们在它的伤口上放了一些绷带，试图阻止它失血。然后他们迅速把母熊装进笼子里，小熊乐意地跟着妈妈一起进去。然后团队急忙将这对熊送到最近的野生动物医院接受照顾。幸运的是，其中一名巡逻员留下来，给肖恩提供了一成回小屋。他的身体至少会在未来几天里感受到他的英勇行为的影响。他在他的生活中从未如此高兴错过一次徒步旅行。
但肖恩自己的不适实际上并不重要，他只是希望诊所能够帮助这只母熊。没有它的康复和将小熊送回自然的野外将不会那么容易。第二天，他去探望他们，他无法靠近，但他们允许他在临时围栏里看到这对熊。母熊有一大片被剃掉的毛，伤疤看起来很可怕。肖恩简直无法相信他居然坚持了那么长时间。小熊也因为经历的折磨而仍然很虚弱，所以他们也让他保持安静，让他休息和康复。他们将这两只熊放在一个较小的围栏里，虽然空间不大，但这让小熊保持了安静。母熊面临着许多挑战，甚至在一些伤口上感染了，他们不得不努力使它强壮。但在这一切过程中，他的宝宝一直陪伴着他，这似乎给了他变得更强壮的力量。这个小家庭经历了很多，但不知何故，他们两个都将度过并生存下来，这真是不可思议。第三天，小熊开始变得活泼起来，他们需要更多的空间来活动。是时候将它们移到一个更大的围栏了，这样小熊就能在一天中不用一直待在妈妈身上，妈妈也能得到一些空间休息。他们一直待在那里，直到他们完全康复，然后是时候让他们回到他们真正的家——森林了。肖恩在康复期间几乎每天都去野生动物医院探望他们，他对这对母子非常投入。肖恩迫不及待地想要在他们的自然栖息地中见到他们。救援队制定了他们的释放计划，并让肖恩知道他在森林更高的地方与释放小组会面。当笼门打开时，这是一个惊人的时刻。母熊迅速跑向森林，小熊站在原地片刻，看着他们，但当他呼唤他时，他跑向了他。肖恩不禁咽下眼泪，他为有机会拯救这个小家庭而感到非常自豪。即使稍微遗憾的是，他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了，或者他以为是这样。几周后，肖恩走到阳台上喝早晨的咖啡时，房子前面的动静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一只母熊和它的幼崽在森林边晒太阳，它们没有靠得太近，但当他转身时，有些毛发的长度比其他地方要短，它们就是他的熊朋友。从那时起，他们经常在河边见面，尽管每个人都保持着距离，但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终身的特殊纽带。幸运的是，他们再也不会低估河流及其力量。